张晚意新剧开播，被夫人强迫圆房，美人脸红红的钻进被窝，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一直找借口拖延。因为眼前这位美人并不是他的夫人，他只是为了利用她达到自己的目的。原来崔行舟是统治一方的淮阳王，他为了把真州变得太平，也为了对付那些有野心的大臣，所以必须剿灭仰山一带的贼首骆。他用尽全力挡下陆文射来的一箭，结果那人还是逃掉了。崔行舟本以为功败垂成，却救了一个重伤的女子柳绵堂。当他醒来，误将眼前的崔行舟当作自己的夫君崔九，殊不知柳绵堂其实是家道中落的名门闺秀，后来被许配给京城的崔九。没想到成亲当天途中遇到劫匪，因此被家人认为丢脸而抛弃，连夫家也取消了这门亲事。意想不到的是，柳绵堂凭借智慧成了女债主，改名陆文，开始劫富济贫。当崔行舟带兵来剿灭他的时候，他虽然逃脱了，但又受了重伤，偶然被崔行舟救下。后来误以为柳绵堂就是陆文的恋人，为了彻底抓住陆文，崔行舟不得不冒充崔九，用柳绵堂作为诱饵，带他到灵泉镇居住，理由是家道中落，在此地开展陶瓷生意。看着每天忙碌的崔九，柳绵堂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要看看夫君的店铺情况，却被崔九的忠实仆人李妈妈阻止。看来瞒不住了，李妈妈只好承认家主还没把铺子买下来。为了帮丈夫减轻压力，柳绵堂小试计谋，轻松得到了炊事铺，连带着饼店和炸糕店也拿下了，甚至还以低价买下了一家新炉窑。正当此时，当地守备的侄子陈土想要找柳绵堂的麻烦，面对着泼皮无赖式的刑警，柳绵堂只用一根发簪就顶住了他脖子上的要害，这样才保住了自己。这些狠招让崔九觉得柳绵堂很可能是装疯卖傻。就在他想要质问的时候，竟然看到刚刚洗完澡的柳绵堂，震惊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绵堂拿出写好的状纸，痛斥那些平权欺人的臣子，希望淮阳王能公正处理。崔九不想事情扩大，只好改变话题，质问柳绵堂怎么会医术。柳绵堂于是拿出崔九送的医书，崔九这才明白自己误会了。但柳绵堂也不是傻子，他发现崔九根本不懂商业，尤其是陶瓷的制作和经营。为了不让柳绵堂怀疑，崔九只好承认自己是个纨绔子弟。我就是一个没用的纨绔。李妈妈也趁机夸大其词，声称以前家里大小事都是柳绵堂在管，这样就消除了柳绵堂的疑虑。崔九顺势让他管理生意，目的是让他露面引出敌人，但没想到很快就碰到新麻烦。原来柳绵堂给隔壁经常受气的女子出主意，教她如何应对花心的丈夫，结果遭到那男人的辱骂，连街坊四邻的大妈们都觉得柳绵堂是小妾，所以他们整天不见自家夫君。这是让崔九心生一计，他表面上举办宴会为柳绵堂证明，其实是要引出幕后的陆文。他借醉酒之名隐藏起来观察全局，让柳绵堂一个人敬酒，结果还是没能如愿。就在两人准备休息时，因为心事重重，所以一直到天亮也没熄灯。崔九问柳绵堂在想什么，话音刚落，柳绵堂脸红的钻进被窝，脱掉衣服，因为他信了街坊大妈的话，认为宴后圆房有助于增进感情，这让崔九彻底慌了。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结束了。可第二天，赵全在给柳绵堂治疗失忆时，柳绵堂心生疑惑，声称崔九对自己有所隐瞒。为了不暴露计划，赵全无奈之下才坦白崔九有病，这病会让他失去男人的尊严。得知崔九有男性隐疾后，柳绵堂不但未嫌弃，反而悄悄坐马车去了村外。崔九以为他去见陆文，便带着人马去围堵。柳绵堂最终发现崔九竟是淮阳王，但他并未当场揭穿，而是趁机利用淮阳王的身份调查是谁伤了自己的手筋。尽管两人依旧日夜相处，柳绵堂也因为崔九欺骗他的感情而耿耿于怀。起初柳绵堂的瓷器生意一落千丈，他从行业内的掌柜贺真那里得知了内情。原来只有加入本地商会才能分到一杯羹，但作为商会的总管贺家并不看好外地人柳绵堂。柳绵堂虽然死缠烂打，贺家依旧不为所动。看着柳绵堂死缠烂打不放，贺真的二哥便告诉他一条路，只要能把瓷器卖给皇室贵族，就让柳绵堂加入商会。不久后，柳绵堂迎来了机会，这是因为崔九命令拓宽河道，聪明的柳绵堂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将买来的锦鲤放到上游河道，还特意带上了自家制作的瓷缸。当众人看到河里的锦鲤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天降的吉兆，即便是崔九和石一宽也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可是突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器皿，关键时刻柳绵堂适时地献上了自家的瓷缸。但当崔九看到缸上的印记，他立刻假装生病躲进了窖里，因为他不能让柳绵堂认出自己，所以只好让石一宽代替淮阳王给予赏赐，赏给柳绵堂献缸有功的奖励。而这份赏赐正是柳绵堂将瓷器卖给贵族的证据。当他满怀期待以为终于能加入商会时，贺家二少爷却告诉他这不过是个玩笑。看到贺家如此言而无信，失望的柳绵堂只好另寻出路。他偶然得知，商户用来运送瓷器的船只被崔九征用了，
眼下只能通过陆路交易瓷器。于是，柳绵堂抢先一步买下了双岭村的地皮，因为这里正是贺家商户的必经之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掌控住贺家。没想到，柳绵堂的做法反而招来了崔九的责备。他只希望夫人安心做个家庭主妇，调出陆委，而不是认真从商。面对崔九的白眼，柳绵堂立刻反击。他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淡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专横的崔九，如果不能继续这样生活，大不了两人就分开。崔九气得拿着被子分房睡。第二天，柳绵堂正在店里忙，觉得不好意思的崔九特意来店里看看。但当他看到一个魁梧的小工正帮忙柳绵堂卸货，他立刻吃醋，不仅赶走了小工，还亲自下手帮忙卸货。这一举动也让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很快，贺家二少爷得知双岭村的地被占了，他立刻派妹妹贺珍去找柳绵堂，要求交出地皮以便缓和关系。柳绵堂故意谎称自己重病，说买地是为了重要才延命，用此来为自己争取时间。这时候崔九得知柳绵堂重病，表面装作不在意，但还是急急忙忙带要回家。听到柳绵堂说笑声才安心，还吩咐仆人不要告诉夫人。但是崔九带的荷叶饭味道却让柳绵堂起了疑心。他跟到院子里，看到慌张的崔九。不久前，崔九收到下属的报告，陆文跟着芸娘到了青州。虽然那是10亿宽的地界，崔九还是决定抓捕陆文。不知道他眼中的陆文是柳绵堂的前男友，还是流亡民间的皇孙。为了确认这人是不是陆文，崔九让柳绵堂暂放下瓷器生意，带他去青州散散心。因为柳绵堂是诱饵，所以崔九让他先走。柳绵堂和李妈妈一到青州，就看中了一套白玉棋盘，听说要150两。柳绵堂急忙拉着李妈妈离开，因为不想浪费崔九辛苦赚的钱。这一幕被暗中观察的子玉看到了，他让店主以3两卖给柳绵堂，当作接送的礼物。这一切都在崔九的监视下。看着鱼儿即将上钩，崔九更进一步激怒子玉，故意凑近他的脸，去尝尝柳绵堂手里的糖葫芦。这让远处的子瑜特别气愤，他甚至带柳绵堂一起去看灯影戏。子瑜实在忍无可忍，芸娘劝他放弃柳绵堂，还说柳绵堂卷钱跑了，可能都是为了崔九。第二天，崔九带柳绵堂去游会凉亭下棋。这时的子瑜表面上以路人身份与崔九对弈，其实是想近距离观察柳绵堂。没想到他还是输了棋。目送子瑜离去的背影，柳绵堂突然头疼的厉害。他晕倒前似乎做了个梦，梦见子瑜和芸娘亲密无间，他无法忍受这种背叛，于是和子瑜断绝关系，决定永不相见。醒来后感到心惊胆战，但不敢把梦告诉崔九，感觉到崔九和子瑜之间似乎关系紧张。因为失忆柳绵堂只好问李妈妈是否认识子瑜。李妈妈机智回答，告诉他子瑜是他以前的情人。话音刚落，柳绵堂气得跳脚，他不信自己会背叛崔九。和崔九下棋时，发现自己的棋风和子瑜一样，这让他开始多疑。为了查明真相，直接向崔九询问真相。崔九说子瑜多次企图诱惑，但柳绵堂并未和他有过什么。这话让柳绵堂安心了，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崔九意识到柳绵堂和子瑜的情况很相似，很可能子瑜就是那个养山的贼手。于是他下令开始行动，带着大批人马包围了小院。终于崔九面对了无路可逃的子瑜，没想到子瑜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就在暗卫即将破门而入的时刻，10亿宽突然出现制止了崔九，他还带来了朝廷的招安圣旨，这意味着子瑜不再是通缉的贼手。气急败坏的崔九只好命令撤退。多日的剿匪行动最终成了无用功。崔行舟和陆文较量了3年，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败北，正是败在他手上。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棋逢对手。只是这个结果他完全没预料到。现在陆文已经投降，崔行舟手中的柳绵堂，他不知道该怎么安置好，于是就借棋局的机会来征询他的意见。为了给柳绵堂找个好去处，崔行舟竟然让李妈妈以他侄女的名义为他物色丈夫，还没让柳绵堂知道就把人带到店里见面。第一位进来的是个壮实的大汉，这时崔行舟马上就否决了，不卖，这个人魁梧结实，怎么配得上我们家的瓷器呢？只看客人买不买，哪来的配不配一说。紧接着来的这位文质彬彬，很有礼貌，他那书生气质和柳绵堂非常般配，而且他还懂得两人在一起有无尽的话题。看到这样的情形，崔行舟再也坐不住，他又跑过去向那书生宣誓主权。崔行舟害怕失去柳绵堂，这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事已至此，他想要永远让柳绵堂留在自己身边。此刻此时，崔行舟首次全心全意真情亲吻柳绵堂，但崔行舟的行为让他的好友赵全看不过去。赵全批评崔行舟一直在欺骗别人，突然有一天却声称要负责任。赵玄劝他，柳绵堂不是普通女子，如果她恢复记忆，知道崔行舟这样玩弄她，肯定会厌恶崔行舟。但崔行舟坚定如磐石，哪怕被憎恨，
也在所不惜。不巧的是，贺家三女儿贺真多年喜欢淮阳王，她一心想成为他的妾。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传到了柳绵堂耳中。崔行舟试探他的反应，如果淮阳王纳妾，他会怎样？然而，柳绵堂以为他说的是关于贺真的事。在他印象中，淮阳王是个胖老头，所以柳绵堂对此事不感冒。谁要给他做妾呀？真是太倒霉了。崔行舟听了也不敢多言，他原本想找赵全帮忙解围，结果被赵全讽刺了一番。贺真喜欢淮阳王的消息传开了，最终传到了连娘字里。想到将来可能有人和他女儿争夺淮阳王，相较于柳绵堂，他更倾向于对家里有利的贺真，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先把他笼络到手。第二天，秉兰以未来淮阳王妃的身份拜访贺真，一见面就开始示好，还特意挑了些瓷器要他送到王府。贺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于是把这事告诉了柳绵堂。柳绵堂转告崔行舟后，连崔行舟自己都吃了一惊。崔行舟即将大婚，但新娘不是柳绵堂，柳绵堂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在为自己的器物能进王府高兴。而崔行舟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因为这次他不得不彻底离开柳绵堂。崔行舟借着上山拜师的机会与妻子告别，听着柳绵堂的叮嘱，他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这一次是崔行舟最后一次称呼柳绵堂为夫人，尽管心里很不舍，但作为淮阳王，崔行舟实在有太多无奈。他知道柳绵堂只能成为崔九的夫人，而自己现在只能重新做回那高高在上的淮阳王。另一边，贺真一心想成为淮阳王的妾，被崔行舟拒绝之后，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为了免得他出门听到流言，赵全谎称他生病了，一旦出门容貌就会毁容。但没想到贺真整天闷闷不乐，显得非常颓废。他索性决定豁出去跑到街上，这才发现赵全一直在欺骗他。生气的贺真绑架赵全来到崔家，想告诉柳绵堂和崔行舟，赵全是个骗子。眼见此情况，为了保护身份，崔行舟只好躲进房里不见人。柳绵堂认为作为赵全最好的朋友，崔行舟应该出面看看。谁知崔行舟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竟然对赵全翻脸不认人，还暗中出主意让贺真带赵全去告官。贺真走到半路，不知怎么的把赵全扔下去了。第二天，崔行舟回到王府，身体虽然坐在餐桌上，但他的思绪竟然回想起柳绵堂叫他夫君的声音。第二天，瓷器商会派人送来瓷器，让太妃挑选。柳绵堂的玉烧瓷工艺得到了太妃的喜爱。为了不让自己伤心，崔行舟特意让人这样告诉太妃，他说他不喜欢玉烧瓷房的瓷器，所以被拒绝了。巧合的是，柳绵堂恰好看到崔行舟匆忙离开的背影，他急忙追了上去，想要问个清楚，并以崔九夫人的身份请求见他一面。然而皇帝年幼，太后掌权，他对崔行舟不满已久，故意在大婚前让皇上下令他带兵出战。如果崔行舟拒绝，太后就会以此治罪他，罪名是株连九族的欺君之罪。而且之前因为治理河道，崔行舟手下的兵力并不充足，更何况他对金甲关的地形不熟悉，这一战凶多吉少。太妃原本希望崔行舟在出兵前与秉兰成婚，但连家因为贪生怕死，害怕崔行舟一去不返，就让秉兰装病取消了婚礼。这次崔行舟可以安心做柳绵堂的丈夫。临走前，他特地回来跟妻子告别。崔行舟知道这次行动非常危险，为了不耽误柳绵堂，他偷偷写了一封离婚信。但柳绵堂发现后，追上他给了他一巴掌。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只顾自己、贪生怕死的女人吗？临行前，崔行舟知道这次分别可能是永久的天人永隔，于是他晚上偷偷写了离婚信，为了让妻子有所依靠，还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他。没想到柳绵堂看后反而波澜不惊，他没有哭没有闹，解雇了家里的丫鬟。柳绵堂以回北周为名，让莫如去买杂物，但当他回来时，柳绵堂和李妈妈都不见了。这时崔行舟还以为他带着银子离开了。崔行舟没想到这一点，疲惫地赶了整夜的路后，幸运地在前方遇到了柳绵堂。崔行舟想上前抱抱他，可柳绵堂一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柳绵堂其实是生气，因为崔行舟总是不肯坦诚相对，一有危险就把他推出去，让他独自面对困难。可他并不了解，柳绵堂其实不是贪生怕死，他其实很愿意与夫君共同面对一切。如果你战死，即便千里之外也要把你接回家。看到如此伤心的柳绵堂，崔行舟想要销毁休书，可惜那休书用的布料质地过硬，根本撕不破。于是他干脆把休书扔到地上，紧紧抱住深爱的妻子，不停道歉。事已至此，崔行舟已深深爱上了她，这个曾经只是他的棋子的女孩。身为淮阳王，他肩负着守护一方平安的责任，但现在他有了弱点，担心未来可能守不住柳绵堂。另一边，贺二郎为了霸占家业，不仅绑架了赵全，还把他洗干净送到贺真的房间，然后叫来父亲，污蔑自己的妹妹失去廉耻。当贺老爷赶回来一看，却反过来狠揍了儿子一顿。于是情况突然逆转，倒霉的反而是贺家。姐看在贺娘子的面子上，
今天就暂时饶过你。赵全这么说了，让贺二郎误以为他喜欢自己妹妹。实际上，赵全是想借助商会的力量，帮助淮阳王运送粮食。他今天本来是来求助贺家的，没想到却闹出这样的笑话。而贺老爷那边，却误以为他来提亲，所以没等赵全说完，就急忙同意了和真儿的婚事。赵全不知不觉被订了婚，但贺真知道后非常不情愿。他本来想让父亲拒绝这门亲事，没想到被贺老爷痛骂一顿。见他这么烦恼，赵全便安慰他说自己不会强迫，反正自己是侯爷，如果坚决不承认，贺老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而贺老爷那边得知消息说，淮阳王此次出征是朝廷故意让他去送死，不但没有提供钱粮，连援军都没有。为了保护自家商队，贺老爷命人阻止赵全出发，但即使是死路一条，赵全决定还是要去。他让人抓住了贺二郎，并劝说贺真不要跟着自己送命。赵全看似草率，其实内心不乏情感。赵全以驱寒为由劝贺真喝酒，然后让他醉倒，命人把他送回贺家。贺真一醒来，看着那幅画，似乎对赵全产生了点好感。与此同时，到达金甲关的第一站，崔行舟并没有急着出兵，而是选择与敌人互骂。柳绵堂一路跟随，住在金甲关内。事到如今，崔行舟本来想全部坦白，但赵全突然出现打断了他。赵全晚上醉得不省人事，柳绵堂让崔行舟把话说完。我们其实是一支情报队伍，负责侦查情报。此时此刻，崔行舟已经失去了先前的勇气，他又错过了和柳绵堂坦白的机会。崔行舟的烦心事还有很多。秉兰本来决定大婚前不嫁人，崔行舟退婚后，连姨母在真州散布他的谣言，把他女儿描述得很可怜。崔行舟原本想求赵全出主意，没想到被赵全批评敷衍。其实早些时候，柳绵堂已经恢复了部分记忆。他在采药时不小心割伤了手，但当他到河边清洗伤口的时候，突然记起了一些往事。看着鲜红的血液，柳绵堂隐约记起自己以前似乎被人割断了手筋，并被推下瀑布。当柳绵堂醒来，他已被崔行舟带回家。醒来的柳绵堂把梦到自己被割断手筋的事告诉了他。崔行舟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迫他回忆往事，而是温柔地让他不要多想，先好好养身体。从此崔行舟天天来看他，发现好吃的果子就带给柳绵堂，而柳绵堂则把邻里趣事告诉他。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大大帮助了崔行舟。这种鬼田根能让山羊倒地不起。战马方面，柳绵堂建议设法让敌军的战马试吃掺有鬼田根的饲料，这样一来将极大削弱敌方兵力。然而崔行舟一离开，柳绵堂之前救的孕妇遇到了麻烦，她即将生产。柳绵堂让李妈妈去找一些经验丰富的产妇，同时安抚那位妇人的情绪。但在这位妇人难产的关键时刻，柳绵堂发现自己不仅能听懂荣誉，还能流利地和妇人交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妇人和腹中的孩子都安全了。另一边，听从柳绵堂建议的崔行舟在与敌军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他第一时间急匆匆地赶回来，向柳绵堂报告平安。只见崔行舟浑身是血，看起来疲惫不堪，在与妻子锦拥时晕倒了。柳绵堂急忙叫来赵全，但崔行舟却示意他不要告诉柳绵堂真相，因此赵全谎称只是劳累过度，只需吃些补药就能恢复。崔行舟偶然发现了一个温泉，本想带柳绵堂来此放松，但柳绵堂却让他喝下自己特制的补酒。不知情的崔行舟不小心多喝了几杯，情绪高涨时，这补酒发挥了作用。看着柳绵堂的俊美容颜，崔行舟一时难以自持。然而遗憾的是，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恢复了理智。其实教柳绵堂制酒的赵全知道这其中的秘密。当听说崔行舟喝了整壶酒后，他非常惊讶，赶紧劝说这酒只能适量饮用，喝多了反而害处多。就在这时，换好衣服的崔行舟走了出来，他狠狠地掐了赵全一把，然后把他赶走，告诉柳绵堂，战争结束后会把一切都告诉他。回到家后，崔行舟去审问秦来的敌军首领，从对方口中得知，原来战争是因为总司的铁矿引起的。阿古善当年与七国官员交易铁矿，没想到七州太守反悔，杀害了许多兄弟。阿古善忍无可忍返回后，便发起了兵变，从此引发了齐国和戎国多年的战争。赵全知道铁矿一直是朝廷私下交易的，这是要被视为谋反罪。一个小小的太守，怎敢如此妄为？他背后一定有人支持。吴太后明显是想要置你于死地。看着崔行舟送的狼尾毛笔，柳绵堂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如果一只狼死了，他的伴侣也无法独自生存的话。你似乎很了解这件事。出来之后，崔行舟认出了柳绵堂，他救下的那位妇人正是戎部的纯月公主。但崔行舟并没有难为他，而是决定派精兵护送他回去。提出的条件是要纯月公主交出之前走私铁矿的账本，还有不要告诉柳绵堂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纯月知道柳绵堂真心待他，在分别时他还是用荣誉提醒了他。事已至此，
柳绵堂确定崔行舟的身份非同小可，但他并未声张。柳绵堂默默地发现了崔行舟派来暗中保护他的守卫，但他并未引起大动干戈，而是安排这些人都搬了进来，因为接下来他要暗中探查崔行舟的真实身份。同时，赵全帮崔行舟查到了3年前走私铁矿的平远镖局，赵全查到了平远镖局的账本，和公主提供的账本完全吻合。但直到半年前，阿古善继承了老狼王，镖局的账本就断了。可崔行舟在镖局名单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姓氏，只有龙木人才用这个姓氏。原来当初柳绵堂并非被绑架，而是为了逃婚与舅舅合演的戏。柳绵堂如此大费周章，只为与心爱的子瑜相守。从此，大家闺秀柳绵堂变成了仰山上的土匪。路过此地，柳绵堂这个名字成了陆文的侍妾，而陆文才是仰山的旗帜掌控者。一切恢复正常，柳绵堂回到镖局看望旧友。就在这时，一些杀手突然闯入，他们手段残忍，见人就杀。柳绵堂意识到，杀死赵婆的人正是当年断他手筋的凶手。正当他准备上前，海潮为了保护他，把柳绵堂打晕，藏进了箱子里。杀手的目标是找到铁矿账本，并把镖局里的人全都屠杀，一个不留。就在他们快要找到柳绵堂的时候，海潮为了保护柳绵堂，他决定暴露自己的身份。当柳绵堂醒来，踢开箱子爬出来时，曾经天天在一起的亲人已经消失无踪，只剩下一地的鲜血和深深的仇恨。柳绵堂恢复了记忆，但记忆中的人再也回不来了。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柳绵堂发誓一定要让凶手偿命。另一方面，崔行舟和阿古善一起去找齐州太守对峙，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太守被隋王杀死了。崔行舟随即带人赶往镖局，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当崔行舟到达时，镖局里已经没人生还，但在镖局门口，他发现了妻子柳绵堂的雨伞。崔行舟立刻回家查看，却只见到了喝醉的李妈妈。此刻的柳绵堂面无表情，他开始掌控全局。崔行舟的伞是别的女子送的，崔行舟却谎称这伞是他在家门口捡的，除了他柳绵堂还会是谁的呢？没想到柳绵堂拿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雨伞，并说这种伞到处都有，不稀奇，千万别自作聪明，到头来连雨伞是谁的都弄不清楚。崔行舟没有回答，他只是紧紧抱住柳绵堂，真怕一放手就把他丢了。其实柳绵堂还是给崔行舟一个解释一切的机会，他假装示意，再问他们过去的生活。崔行舟说他们曾经如此恩爱，齐眉举案，他为自己做了许多荷包，自己为他种满了海棠。其实这一切都是崔行舟心里想要与柳绵堂共度的生活，但柳绵堂听了这些谎言，心里更失望了。沉浸幻想中的崔行舟很快就睡着了，柳绵堂却非常心痛，跑出去偷偷哭，甚至哭到吐血。他无法接受这段时间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虽然崔行舟的谎言很美，但现在的柳绵堂已经清醒，他不想再变成那个天天叫他夫君的小娘子。过去1年里，我成了林泉镇的囚犬，这个叫崔九的人骗了我，根本没当我是妻子，可能他是为了论文而来。崔九到底是谁？原来一直与他朝夕相处的崔九，就是曾经与他为敌的淮阳王。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利用崔行舟来复仇。第二天，柳绵堂偷偷找到了打扮成算命先生的舅舅，跟他分享了复仇计划。同时，崔行舟也在到处找丘陵县。他根据朱砂和黄纸找到橡树馆，一看到崔行舟，柳绵堂立刻恢复了，眼里只有他那娇妻的样子。柳绵堂故意牵着崔行舟一起看他们将来的婚姻，却不料掉到了地上。舅舅偷偷换成了最坏的钱。算命老头故意问他们是否有互相隐瞒的事，他们对视一眼，居然异口同声说没有，夫人，我总是对你坦诚的。柳绵堂主动吻了崔行舟，在最甜蜜的时候狠狠咬了他一口。崔行舟却觉得如果恨是这种味道还挺好的。第二天一早，柳绵堂的舅舅按计划行动，故意让崔行舟发现他。果然崔行舟上钩了，跟着他追到一处宅院外。崔行舟发现2个孩子手里的石头很特别，经过询问才知道这些石头是对面运货的掉的，他们有很多这样的石头，一麻袋一麻袋的装进车里。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不清楚，他们总是半夜才出门。透过门缝，崔行舟看到里面的人都是武功高强的剑客，还带着镖局的腰牌。那天晚上，崔行舟带队突袭了那个院子，他找到了平远镖局丢失的账本，但关键的人物曹铎却消失了，只看到他躲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屋。随着那快速熄灭的蜡烛以及时断时续的门声，曹铎不禁感到紧张。就在这时，一直在等他的柳绵堂走了出来。曹铎坚称暗中操纵他的正是紫玉公子。然而柳绵堂受伤未愈，相比之下他显得更为弱势。其实柳绵堂故意示弱，柳绵堂狠狠地切断了那人的手筋，这是心里的痛苦，轮到他承受这痛苦了。柳绵堂报完仇后，把躲在暗处的舅舅叫了出来。为了平远镖局的20条人命，
舅舅一刀一刀地砍在曹铎身上。如今2件事都解决了，只剩下骗了柳绵堂3年的假崔九。然而柳绵堂知道，曹铎一旦死去，林娘肯定会回来报仇，那在真州还有什么靠山？华阳王的权力能比得上吗？崔行舟也审问出了曹铎的名字。当他赶到现场时，只见曹铎已是一具尸体。这时崔杭州想起崔云娘曾说，柳绵堂带走了一大笔银钱。平远镖局从3年前开始走私铁矿，账本第1页就记录了相关信息。崔行舟发现，仰山也是从3年前开始崛起。通过这几年的账本和走私铁矿的记录，平远镖局至少赚了80万两银子。最可怕的是，在此时，仰山主动归降了隋王，柳绵堂再次回到灵泉镇。此刻，他已非当初那般心境。柳绵堂觉得，这个崔寨2字是对他的公然讽刺和嘲笑。但当他环顾四周时，却发现有人在暗中观察自己。最近似乎有人在盯梢柳娘子。崔行舟收到2条消息，一条是子瑜不是陆文，另一条关于他妻子柳绵堂。崔行舟打赢了仗，回到了真州。当初那个怕死的表妹立刻来讨好，还没等他多说几句，崔行舟就动情地开口，直言与他毫无感情，让他和那贪婪的姨母彻底断了念想。你儿子早就有了外遇，而且对象是个被山贼掳过的女子。听到娘俩这样侮辱柳绵堂，崔行舟为自己妻子激动地辩护，并用淮阳王的身份警告他们，如果再听到任何侮辱他的话，他绝不会轻饶。母亲为了劝他，把他拉到一边，诉说秉安的孝顺。崔行舟对母亲的不理不睬，他再次向母亲表明只娶柳绵堂。因此崔行舟忍受着母亲的责打，回到家看着身上的伤痕。柳绵堂十分好奇，但崔行舟没告诉他详情，还说是王爷打的。太妃想给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但王爷心里喜欢的是另一个人。看着给自己上药的柳绵堂，崔行舟忍不住把他拉进水桶。柳绵堂以为行为暴露了，差点对他动手。然后柳绵堂继续追问仰山的事，还挑衅地问华阳王和陆文谁更厉害。这时崔行舟告诉柳绵堂，要不是上4节那夜，仰山的陆文采取了突然袭击华阳王的策略，华阳王也不视他为敌，只想战胜他，还想亲自问问他为何背弃初衷。事已至此，柳绵堂可能觉得自己误解了崔行舟，他决定再次前往仰山打破心中的魔咒。一到仰山，柳绵堂为崔行舟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坦言自己曾与家人在此放灯许愿。此刻崔行舟想对柳绵堂坦白，却被他阻止了。以前的柳绵堂可能很想找回丢失的记忆，因为那些记忆缺失是他们之间爱的证据。但现在的柳绵堂已记起了一切，对崔行舟只剩下救命之恩。至少现在的他还有事未完成，他还需要利用淮阳王，让他臣服于自己。他的深情让我觉得讽刺而可笑，我已厌倦这种自欺欺人的戏码。接下来崔行舟请一个即将北周任职的探花郎帮忙向柳绵堂父亲提亲。一时心情好，崔行舟喝多了几杯，他告诉妻子以后不必那么辛苦，让他把琐事全都交给他来处理。柳绵堂借谢恩为由，让他带自己去见淮阳王，但崔行舟说王爷正陪太妃，可能没空。柳绵堂故意提起淮阳王战后一回真州就只顾休息，把那些为他卖命的士兵忘得一干二净。听到这话，崔行舟急忙解释王爷非常珍视士兵，他会亲自安慰阵亡士兵的家人。赵全特意送来茉莉花表白，意图牵制他，没想到赵全这举动被贺父发现，他误以为赵全在追求自己的女儿。为了尽快促成婚事，贺二郎偷偷给他们下了药，还把赵全和贺真锁在一起。药效发作之下，赵全难以自制，为了不伤害贺真，赵全将他绑了起来，用茶杯碎片来保持清醒。贺府知道后，不仅责打了自己的儿子，还赶紧去向赵全道歉，保证不会影响娘子的声誉。如果娘子依旧不满，本侯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甚至愿意将您娶为侧妃。这事让太妃也很生气，她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女子能让儿子不顾王府名声。崔行舟坦白，他曾隐瞒身份接近柳绵堂，亲眼目睹柳绵堂为家庭和琐事奔波，怎样用心，他却并不感到苦楚，眼里心里只有崔行舟。柳绵堂只希望一生一世和他同心，他深知快乐是用真心换来的。3书6礼，此生只属于他。崔行舟知道，他要追查的逃犯正是柳绵堂的舅舅乔宪。此外，柳绵堂的外公乔武家里排行第6，但他在镖局用的名字是陆。尽管柳绵堂曾急忙撕掉写有仰山标记的纸张，但崔行舟还是找到了这本账册。崔行舟从李妈妈那里得知，柳绵堂曾以他的治伤名义买了很多药粉，于是在晚饭时忍不住试探了他，让柳绵堂察觉到了。柳绵堂故意说他在汤圆里加了点东西。听到这话，崔行舟紧张了起来，但不得不吃下去的汤圆，夫君第一个吃到的是来年的鸿福。我也准备了礼物给夫人。崔行舟送礼物给柳绵堂时，发现他的指甲里有很多石灰粉。柳绵堂说是家里墙皮脱落，他动手时不小心沾上的。
崔行舟故意让他小心，因为药粉一旦和石灰粉混合，药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两人轮流试探对方，虽然他们坐在一起，但似乎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坦诚了。小年夜的晚上，外面开始放祈福的明灯，看着这些灯光，柳绵堂忍不住想起上4节的晚上。其实那晚，柳绵堂并没有背信弃义，他曾和淮阳王约好那晚休战，没想到自己却先接到淮阳王夜袭的消息，这就是后来的缘由。他下山偷袭淮阳王的一系列行动。此时此刻，崔行舟更加确信，柳绵堂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陆文。晚上，崔行舟借公务之名返回王府，事已至此，他的母亲也决定不再干预他的婚事。现在的崔行舟却不开心，他内心非常矛盾。崔行舟借酒浇愁，回忆起两人之间的甜蜜时光，他觉得自己一直就是个笑话。崔行舟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柳绵堂要让他尝尽苦涩，现在他隐约感到，仿佛要永远失去妻子了。另一方面，子瑜的真实身份被揭露，他原来是先太子的亲生长子。国舅立刻派人进宫通知吴太后。此时的子瑜还在痛饮，雪霁得知父亲醉倒后，立刻察觉酒中有问题，他马上让周错给子瑜传话，告诉他不要再喝酒。然而子瑜早有应对之策，他命人将石义宽救出，还灭了进宫传信的人的口，直接掌控了整个国舅府，让追赶赵福德的人进京，只要没活人目击就没事。石雪霁虽不受家中重视，但他思维敏捷，早就看出子瑜的身份非同小可。经此一事，石义宽已无退路。当得知子瑜是先太子的儿子，石家已与子瑜和隋王站在同一阵线，石家的安危只能由小七和父亲共同承担。同时，柳绵堂设计引芸娘到仰山，此时毫不知情的芸娘还想让他再次死去，但芸娘不知道柳绵堂已在此设下陷阱。他知晓那晚与淮阳王的误会，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深知芸娘真正的目的是要亲自控制铁矿，但柳绵堂没想到淮阳王崔行舟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而且正在赶来的路上。今晚也是两人最后的决断之夜，从此你我再无关联。柳绵堂的发簪最终还是刺入了崔行舟的身体，从此两人互不相欠，分道扬镳。听到这断绝的言语，崔行舟心痛如绞，他多想大声告诉柳绵堂，他其实很简单，只想要一件事，我想娶你有错吗？我只想与你白头偕老。但崔行舟终究没有这么做，他忍着痛拔出发簪，擦干净上面的血迹，然后轻轻地将它带回柳绵堂的头上。这一幕让柳绵堂心情复杂，其实他心里也喜欢崔行舟，但命运让他们无法自主。之前柳绵堂设局暴露了芸娘背后的靠山，那就是隋王，这才被发现，原来是他在上巳夜命园突袭真州军，这引起了淮阳王的强烈反击。至于芸娘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接管铁矿。就在那时，崔行舟跟着标记找了过来，柳绵堂则射断了绳索，堵住了后路。到了这个时候，这对名义上的夫妻该是做个了断的时候了。柳绵堂在过道里撒满了火油，直接与崔行舟对峙。这袋子装的是燃油，你若敢再向前一步，我立刻射穿这袋子，让你浑身上下油尽。听着柳绵堂坚决要杀了自己，他冷漠的眼神让崔行舟感到陌生。两人重回初次见面的瀑布下，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也应该在这里结束。柳绵堂向崔行舟坦白，那个只心心念念他的夫人根本不存在，至于他的真心，只是自己感动自己，对柳绵堂而言不值一文。刚才的大火是陆文与淮阳王的恩怨，现在崔九和柳绵堂也该做个了断，从此你我两清，各奔前程，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另一侧子瑜和隋王起兵，吴太后被废，皇室后裔子瑜顺利即位。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打压崔行舟，子瑜命令他进京。再次见面，崔行舟与柳绵堂已成陌路，心里虽不愿，但崔杭州只能以臣子礼节向子瑜致敬。子瑜以皇帝身份命他放下柳绵堂，但崔杭州直言，当自己见到柳绵堂时，他的手筋竟被割断，血淋淋地躺在冷潭中。即便子瑜不知情，也默认了手下的胡作非为。这样的前程，即使我能放下他，也绝不会放下。他的一切与你再无关系。之后，崔行舟去庆国公府看望姐姐，看到姐姐被婆婆刁难时，不由自主地站出来支持她。进了屋，姐姐向他索要买给她的江南香粉，崔行舟这才想起，那香粉早已送给了柳绵堂。另一边得知崔行舟来到京城，隋王便早早邀请他到府上，言谈中也试图拉拢他效忠新皇。离开隋王府，崔行舟看到柳绵堂和子瑜一起逛街，三人相遇，各有心事。尽管柳绵堂还没和子瑜在一起，但这一幕仍深深刺痛了他。崔行舟亲眼见到柳绵堂和子瑜在街上玩耍，子瑜发现崔行舟后，不仅故意向柳绵堂示好，还亲手给他戴上发簪。
一看到楼上的崔行舟，子瑜拉着柳绵堂去了骑射。崔杭州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出来帮柳绵堂落下那颗白旗。还记得当日在青州对弈，那时是因为心有牵挂才输给你，现在不一样了，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赢我。崔行舟和子瑜借棋逐鹿，子瑜原本必输无疑，没想到柳绵堂突然出手帮他赢了这局。崔行舟气得扔下棋子就走。回去后他想到两人在一起的情景，气得在纸上写下了无数个人。但崔杭州不知道的是，柳绵堂其实并未选择子瑜。他回去后整理好了一切，准备离开，但子瑜实在太狡猾，为了防止崔行舟抢走柳绵堂，竟让太皇太后给崔行舟定下婚约。接下来是春猎日，不如让他们两个一决高下。狩猎那天，太皇太后故意撮合崔行舟与五华公主相处，让他带着五华公主照顾。与此同时，柳绵堂埋伏准备刺杀隋王，但没想到刺杀失败，被子玉救下。隋王封锁了所有出口，看着柳绵堂似乎无处可逃，崔行舟却站出来声称射箭的人是他。另一方面，子瑜让柳绵堂扮成丫鬟，跟随石雪姬身边，从而躲过了追捕。回来之后，子瑜册封雪姬为皇后。至于那心机深沉的孙芸娘，她被封为贤妃。至此，柳绵堂也打算离开京城。孙行舟看到这一切，并未阻止。他知道柳绵堂还有未了的心愿。至于他自己，则被派去幽州劝说幽州王进京。皇上打算铲除隋王。到了幽州，崔行舟含蓄地说服他进京，效忠新皇。虽然幽州王没有直接拒绝，但他也不愿意跟随回京。接下来，幽州王不仅灌醉了崔行舟，还把一个女子送到了他的帐中。女子上来就开始脱衣服，崔行舟急忙遮住眼睛，反应过来之后也只说让他留下。柳绵堂特意当着众人的面称陆中为夫君，就为了气崔行舟。这一招真的让崔行舟气得不轻。回家后，他就对着稻草人发泄剑不离手。看到他这么难受，大家被提醒以后千万别提任何跟架子谐音相关的东西。恰巧这时候有下人来问崔行舟，之前定制的花架要放在哪里。听到这话，崔行舟彻底失控了。不过崔行舟的运气还真不错，第二天一个假扮柳绵堂夫君的人不小心撞到了崔行舟的手下，自己却毫发无损。偏偏这时淮阳王趁机发难，柳绵堂明白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就在这时，崔行舟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拿陆中的事情要挟柳绵堂，要柳绵堂帮他摆脱困境，本王要自己出马。就在前一阵，为了重新赢回柳绵堂的心，崔行舟一路追到了他的故乡北周，还偷偷打探到柳绵堂想吃岭南的猪脚醋。于是崔行舟想尽办法搞到了正宗的岭南甜醋。听到这个消息，柳绵堂心里已经有了猜测。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柳绵堂特意让林妈妈做，要做的是腌制鹅脯，还特意要了那种很稀少的乌鬃火眼鹅。崔行舟的人找了整整一天，却找不到卖这种鹅的。但崔行舟没有放弃，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想办法得到它。于是崔行舟开始打北周王爷的主意，没想到他竟是个老油条。制作鹅脯成功了，柳绵堂的外祖父说这种品质的至少得花2贯钱，但林妈妈说这鹅他只花了区200文买的。一听这话，外祖父就让他明天再买1只来炖。于是崔行舟不得不再次去北周王府捉鹅。这事传到幽州王那儿，他以为北周王和崔行舟已经勾结，一心效忠皇上。幽州王命令密探把北周的动向改成每日3报，他绝不允许北周领先自己。同时柳绵堂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他跟随林妈妈找到了卖鹅的商家，果然是他。崔行舟之前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此时此刻，柳绵堂气愤地让他去给崔行舟传话，可崔行舟却怨他的手下不中用，他费尽心思才弄来这鹅，却不想最终落到自己人手里。他说这跟你已经没关系了，不想再欠您人情。然而崔行舟并未死心，他变身成为镖局的客户。崔行舟知道乔家的家世已大不如前，他家的镖局已经很久没生意了。于是崔行舟借着势头，用金子笼络柳绵堂，以体察民情为名邀他一起逛街。巧合的是，街上正好有个套圈摊，想起上次子瑜为他套圈，他就生气。于是为了翻盘，崔行舟大声说着柳绵堂想要什么就套什么，但柳绵堂根本不给他这机会。我想要的自己能弄到。柳绵堂的冷淡并未让他退缩，崔行舟反而愈挫愈勇，用糖葫芦勾起过去的回忆，让柳绵堂回想起他们以前的日子，想用糖葫芦上的棉絮和柳绵堂拉近关系。但柳绵堂识破了他的伎俩，小镖司的工作只是保护没义务聊天。接下来崔行舟邀柳绵堂一起骑马，柳绵堂接下这个任务是为了和崔行舟把话说清楚。柳绵堂坦白，他欣赏淮阳王，也理解他的困境，但他有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是2条不会交汇的平行线，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相遇，不如各走各的。柳绵堂骑马到了幽州边界，直言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实际上并不是。
没想到飞行舟为了他，不顾一切地穿越北周，进入了幽州。随着他的越界，大批北周士兵紧随其后。看到这一幕，偷偷监视他们的士兵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幽州王。此时，幽州王误以为是北周王暗中操作，让崔行舟进京，表面上让他占了便宜，怎么突然这样了？北周王那边正在斥责崔行舟背信弃义，偷偷越过边境，还直言不讳，要把同行的女镖师一并抓来审问。形势所迫，崔行舟只能暂时低头，向北周王坦白了真相。听说乔家要嫁女，崔行舟急得在大街上拦车，他不顾王爷的身份，大声表白对柳绵堂的爱慕。这一幕真的很感人。我不是柳绵堂。崔行舟虚惊一场，感到非常高兴。正在庆祝花轿离开时，宫中突然传来一道圣旨，让他心情瞬间凝固。太皇太后决定将武华公主赐婚。崔行舟听到这消息，柳绵堂默默一人离开，还有别的事要处理。看着这道圣旨，崔行舟心里五味杂陈。他恨天意不公，觉得老天在跟他开玩笑。崔行舟知道是子瑜在背后捣乱，于是写信谢恩，故意气他，在信中提议让子瑜给柳绵堂封官，这样他以后就不怕被欺负，就算将来嫁人，也没人敢轻视他。这可真是宫廷玉的风度。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要赏赐柳绵堂，有什么事非他来求不可。之前贺真来北周探望柳绵堂，他这次来也是为了推广自家的瓷器在北周的声誉，顺便让柳绵堂帮他押标。一起来的还有侯爷赵全，他一到就以认识柳绵堂舅舅为由，来到了乔府，拜访了柳绵堂的外祖父，却被乔家女眷误以为他来提亲。柳绵堂的表妹青音自小就擅长琴棋书画，贵人的事情总是多，还是让舅舅来跟侯爷聊聊。事实上，赵全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帮崔行舟送药。他知道柳绵堂的手伤虽好，但阴天还会疼，因此崔行舟费尽心思找到了稀有的鹰骨花，才通过赵全送过来。担心柳绵堂会丢掉这药，赵全特地强调鹰骨花十分难得。柳绵堂知道这药是崔行舟找来的，为了切断与他的牵绊，坚持要把银钱还给崔行舟。看到这一幕，赵全忍不住告诉他，作为飞行舟的霸主淮阳王，为了制药不惜求助于人，甚至让自己被北周王爷囚禁。王氏贺真把自己制作的瓷器送到北周王府，希望打开北周的市场。但他没想到，此刻北周王正气冲冲，因为昨晚崔行舟的一首诗，而不知道监视他的下人看到这首诗后，里面有监视和囚禁的字眼。北周王因此认为崔行舟在暗讽自己，于是对赵全发泄怒气。就这样一怒之下，北周王气得将贺真送来的瓷器摔碎了。赵全出门正巧遇到贺真，贺真之前逃婚让赵全颜面尽失，所以这次见面，赵全的态度相当冷淡。看到盒子里的瓷瓶碎片，赵全意识到这次他真的惹大祸了。另一方面，崔行舟的越界行为招来了北周的士兵，却意外的促使幽州王急匆匆赶往京城，表面上是为了给周围的王爷看看。子瑜不仅封他为礼部尚书，还让他监管北运、幽燕、北运4州。皇上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制衡隋王，他早已经了解到隋王想要提拔自己的人管理这4州，因此借此机会利用幽州王切断了他的退路。这一路颠簸不已，北周王的小儿子的马突然失控，紧急关头崔行舟抱着他撞上了树，这腿伤无疑成了他逃避赐婚的绝佳借口。崔行舟故作伤势严重，甚至赵全也说他接下来的生活可能要依靠拐杖。崔行舟当众展现了奥斯卡级的演技，表示他急于回京和武华公主完婚。为了配合他，赵全再次上演京剧，说崔行舟以后可能无法生育，即使失去双腿，我知道自己还有一颗真心，下半生我们将相亲相爱。这时赵全故意说，如果公主能细心照顾崔行舟一辈子，那他就能早一天开始用拐杖。看到这样的宣旨公公，只好急忙回宫复命。两人离开后，赵全问崔行舟，凭他的本事从马上救个孩子，即使摔下来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但崔行舟却说自己心里有数，如果能用一条腿换得婚事取消，那他宁愿再来一次。还特别嘱咐赵全别让柳莲堂知道这事。可赵全嘴巴太快，转身就跑去乔家，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赵全劝不动崔行舟，就想打听贺真的下落，但柳绵堂让他去之前最好多带点东西。结果赵全在林中转悠到深夜，也没找到贺真。当他终于找到制瓷厂，赵全又不小心打碎了贺真刚出窑的瓷器。在赵全的恳求下，贺真前去为崔行舟说好话，但柳绵堂对他半身不遂，无动于衷。媒婆又来为柳绵堂说媒，没想到乔外公居然知道柳绵堂曾与人有过夫妻之实。尽管柳绵堂说已和那人断了，但外祖父心中还是很生气。本来苏郎君是最合适的人选，信中的那个男子真的合适吗？柳绵堂没有回答外祖父，他第一次反抗，让外祖父把聘礼退回，却意外激怒了外祖父。他私下里定下了和苏家的婚约。当崔行舟得知后，不顾腿伤，连摔带爬也要去乔家问个清楚。
柳绵堂在家整理行李，打算再次逃婚。而苏家一夜之间财产大增，还有那封匿名信发给外祖父，柳绵堂感觉到了蹊跷，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他，因为只有某些权贵才能影响到柳绵堂的外祖父。为了不连累乔家，柳绵堂决定搬出去自立门户，即使这意味着和外祖父决裂。这时候舅舅再劝柳绵堂，实在没办法时可以求助淮阳王。正如柳绵堂预料的，他的新家四周已被布满了守卫，而崔行舟也早已躲在暗处，及时将柳绵堂救出。这时柳绵堂正在与敌人周旋，腿脚不便的崔行舟在屋顶帮他射箭，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但敌人趁他不便欺负他，崔行舟不慎从高处落下，正巧此时他的部下带人及时赶到，将他们救出。企图刺杀柳绵堂的正是隋王的人。这时崔行舟问柳绵堂该如何处理这个人。我只是心疼我的院子被毁得不成样子，听清楚了吗？崔行舟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把院子恢复原状，连卫生都打扫得一尘不染。他们离开后，崔行舟本打算在这儿多待会儿，没想到莫如来的时机太巧了。柳绵堂悄悄为崔行舟上药，自认为用了迷香会成功，没想到崔行舟装睡其实清醒，就在柳绵堂要离开时被一把拉住，拉的真是时候，这条伤腿要是毁了，那个公主可赔不起。崔行舟放下王爷身份，真诚地向柳绵堂道歉。正当他满心真情时，柳绵堂故意说，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也不会选他。崔行舟不再装了，直接捧起柳绵堂的脸吻了上去。柳绵堂转身就走，崔行舟摔倒在地。第二天一大早，崔行舟一瘸一拐地来到柳绵堂家门前，穿得特别体面，是为了告诉他自己要去乔家见外祖父。今天同时也是乔家青樱的回门之日，当时乔家人还以为姑爷的马车竟然这么隆重，谁料帘子一掀走出的却是崔行舟。柳绵堂的舅舅一见到他，还误以为崔行舟是来讨说法的，舅舅急忙上前拦住他。进了内院之后，崔行舟并未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先是恭敬地向外祖父行了个礼，紧接着将玉宫珍藏的黄玉献给了外祖父。然而外祖父立刻察觉崔行舟的来访非同小可，正当崔行舟忍痛跪下时，青樱的回门马车驶达门外，外祖父自然是先忙着迎接孙女，让崔行舟一人被晾在一边。柳绵堂也趁大家忙碌之际，试图让崔行舟离开。外祖父的话打断了他们两人，他将崔行舟单独叫到屋内，一进屋外祖父便提起柳绵堂曾被真州男子欺骗的往事，告诉了崔行舟，直言那男子与他同姓。事到如今，崔行舟坦诚自己正是那个姓崔的男子，还详述了自己如何假扮成崔杭州欺骗柳绵堂，以及后来如何变得离不开他。崔行舟既然赶来，显然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便是腿伤加上心伤，他也绝不放弃。就在这时，柳绵堂走进屋来，直言崔行舟是位高权重的王爷，他虽然品行端正，总是把百姓放在第一位，和其他纨绔子弟不一样，但比起这些，外祖父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孙女，希望她能嫁给一个只有她一个的平凡人。但崔行舟认为，绵堂虽是女性，做的事却连男子都望尘莫及。他在真州，在石绵堂仅仅几个月，就把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发展成为金陵城百年老店的皇家御用瓷铺。即使她终身不嫁，不依靠男人，也能活得风生水起，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来安身立命，也没什么所谓的泰山北斗值得她依赖。如果她决定嫁人，一定会选择一个能与她并肩的人，嫁给一个她深爱的男子。离开乔家后，崔杭州的腿伤更加严重了，但他心里却非常高兴，因为和柳绵堂之间的最大障碍已经被他克服了。崔行舟担心外祖父会惩罚柳绵堂，所以他就在乔家门外等着。看到柳绵堂进来时，又故作病重的样子，柳绵堂让他好好回去休息，不要逞强到处跑，那些强硬的话是再也说不出口了。柳绵堂把一个大饼挂在崔行舟的脖子上，然后推他到自己管理的河道边，直接把他丢在那儿不管了。看着柳绵堂干脆的走了，崔行舟脑海中又冒出一个主意，但没想到事情有些失控，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回到家后，柳绵堂用鸭蛋给他做了一盘赛过螃蟹的菜，一口口吃着米饭，崔行舟眼里泛起了泪花。这一刻，他忍不住抱住了柳绵堂。事实上，经过这段时间的波折，崔行舟也想通了，柳绵堂真正想要的始终是一份平等的感情，而他正是喜欢绵堂的那份骄傲，并且想要永远守护他。崔行舟坦白，他在乎的是那种棋逢对手的感觉，是柳绵堂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能巧妙脱身的聪明，以及那种永远自由潇洒的性格。但柳绵堂知道自己并不是普通人，
并警告他，现实总会让人清醒，自己不希望将来回想起他都是后悔。而崔行舟却发誓，他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他在外头大声宣布要娶她，见柳绵堂无动于衷，崔行舟一瘸一拐的来到他家门前，却没想到柳绵堂误以为他要让自己做妾，于是把一个枕头扔了过来。第二天，崔行舟留下一封信后去乔家正式提亲。其实外祖父早已心动，只是想试探一下崔行舟。外祖父让他放弃淮阳王的身份，搬到这里来，每天陪他下棋。此时的崔行舟并未轻易答应，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能摆脱淮阳王的责任。所以崔行舟最终离开了乔家，外祖父可能已经帮你拒绝了那门婚事。外祖父认为自己的任性打乱了孙女的幸福，没想到崔行舟回去之后，竟把1年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他对柳绵堂说5个月内能处理完这些事，然后每年抽出4个月时间来北周陪伴他，并且还把自己的腰牌和亲笔信交给了柳绵堂。其实柳绵堂心里早有答案，他回想以往和现在崔行舟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真的把自己放在了心尖上。尽管外祖父很为难他，但他还是想方设法为他考虑。为了避免更多波折，崔行舟用激将法带着柳绵堂去县衙签订了婚书。这份婚书重如千钧，是崔行舟千辛万苦才争取到的。在这一刻，崔九和柳绵堂终于真正走到了一起。接下来，柳绵堂告别外祖父和崔行舟，前往真州，再次回到小院。两人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这次柳绵堂真正成为了崔夫人，李妈妈也不再担心说错话。晚上，崔行舟坚持要遵守礼仪，不和柳绵堂同床。看到柳绵堂不理他，他又一瘸一拐地跑到床上。崔行舟等这一刻等了很久。第二天，崔行舟请了街坊四邻来吃饭。那个原先跟他争执的男人又说他是怕老婆的典范。就在这时，真州军温13来了，揭露了崔行舟的真实身份。眼看着局面，崔行舟当众宣布柳绵堂是自己的淮阳王妃。今天的宴会是两人结婚前的庆祝。现在他们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幸福甜蜜，还喜欢像普通人一样偷听墙角。第二天，崔行舟带着绵堂正式回家见母亲，却不想姨母以他们的来往为由，让柳绵堂给太妃敬茶道歉。太妃故意打翻茶杯，以手伤为借口，要柳绵堂伺候她。这时，崔行舟看穿了他们的意图，故意用话敲打大家。事到如今，连家还不死心，怂恿太妃私下决定让秉兰嫁进来。被拒绝后，母女俩还没罢手，他们竟然还想破坏柳绵堂的名声。大婚前，西鲁王谋反，崔行舟被密令领兵出战。临走前，为了保护柳绵堂不受欺负，崔行舟想让母亲把传家宝给柳绵堂，但太妃以绵堂未过门为由拒绝此事。崔行舟故意表示要违抗密令，结婚后再去打仗。说完就要出门传达军令。看他这样，太妃很着急，只好同意自己儿子的请求。在崔行舟的软磨硬泡下，太妃把家传的宝贝在祠堂传给柳绵堂。打开盒子时，柳绵堂有些不理解，这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发钗，为什么太妃视如珍宝？看到他这样，太妃责备他见识短浅，命人关紧门窗，熄灭所有灯火。柳绵堂这才发现这发簪上的珠子竟然发光。柳绵堂明白自己的担忧，淮阳王外出征战，可他们打开信时，崔行舟急忙闯了进来。崔行舟故意说这是在考验他们的智慧。信里的内容非常肉麻，信里全是崔行舟表达对柳绵堂的深情思念。最后还要求柳绵堂把信中的誓言抄写10遍。就在这时候，太妃带人进来了。因为几天后是赵全母亲的寿诞，因此太妃亲自教柳绵堂如何穿戴打扮，一套套的不停试穿。柳绵堂也耐心地一一试穿。试穿完毕，太妃发现了崔行舟写给柳绵堂的信。要知道，太妃还没收到儿子的一封家书，虽然心里不高兴，但她并没有当场发怒，而是提醒柳绵堂注意手上的救急。赵全母亲的寿辰那天，太妃特别让柳绵堂佩戴自己赠送的夜明珠发钗，但当帘子放下后，珠子并没有发光。这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那发钗是假的，连姨母也在挑拨离间，故意说太妃不想把传家宝给儿媳。果不其然，这话一出就激怒了崔行舟的母亲柳绵堂，知道肯定是连家在背后捣乱，但目前要先确保太妃在众人面前保持体面，于是他直言太妃一直在祠堂敬奉甘露，对祖先十分尊敬，但这夜明珠发钗是必须行过6礼后才能传给儿媳的。柳绵堂坦白，他知道太妃保护自己的意图，但他也不能违背祖宗的规矩，因此他才想出用假珠钗的办法。但连家母女依旧不死心，他们原先派人偷走了珠钗。
因此非常肯定的指认柳绵堂把朱砂典当了，把得到的钱给了娘家，还明说自己家实在是忍不住，最后还是把那真正的珠钗赎回来了。但连家没想到，柳绵堂早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当他再次回来，头上明显戴着那枚真正的夜明珠钗。事到如今，柳绵堂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了连家母女的真实面目，偷珠钗的正是府中的王嬷嬷。王嬷嬷偷走珠钗后，第一个去的就是连府。接下来柳绵堂命令范统领去审问当铺老板，审问还没开始，这两人就已经全都招了。但遗憾的是，王嬷嬷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罪责。王嬷嬷之所以甘心认罪，是因为20年前的一句话，让连夫人和她姐姐交换了婚书，否则这位淮阳王府太妃的位置本该是她的。当年的债务她已经还清。另一方面，柳绵堂开始找秉兰算账。他是第一个发现珠钗问题的人，没有先问自家人，反而去告诉其他贵族，这明显是让大家都来看淮阳王府的笑话。之前柳绵堂借珠钗的事公开教训了秉兰，回家后连姨母就告诉了崔行舟的母亲，说秉兰病倒了，什么都不吃不喝。而太妃一直太心软，她总觉得自己的儿子欠了连家的，于是她叫来柳绵堂，想让秉兰进门与她平等对坐，直言不讲，若不同意就会扣上极度的罪名。柳绵堂没有同意太妃的要求，他本以为能赢得太妃的喜爱，但直到赵全母亲的寿宴那天，柳绵堂才明白太妃从未真正看中过他，而今天的事更是触动了他的底线。柳绵堂心里想的始终是一生一世只为一人，既然太妃坚持这般，他也没有留下的理由。离开后的柳绵堂得知有盗贼潜入真州，为了太妃安全，他让崔行迪带自己进府，劝说崔行舟的母亲和他一起离开，因为他了解这些贼人肯定是来绑架太妃，逼崔行舟撤军。正如柳绵堂预料，当晚贼人真的闯入了王府，但这里早已被柳绵堂和崔行迪设下埋伏。另一边搬到小院后，柳绵堂始终紧守太妃身边。而太妃并不是铁石心肠，这几天她也感觉到了绵堂真正的关心。看到太妃愁眉不展，柳绵堂安慰她，贼人的出现恰好说明崔行舟前线很安全，正是因为敌人没占到便宜，才会想到劫持崔家亲属的计策。听他这么一说，太妃这才稍感心安。然而连姨母在另一间屋子里仍旧我行我素，她竟然大声的让柳绵堂给她煮面。柳绵堂没有和他们争吵，而是劝连家母女早点休息。正当连姨母要开口时，太妃推门进来斥责她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就这样两面三刀的连姨母带着女儿独自离开。经过这场风波，太妃对柳绵堂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一向挑剔的儿子宁愿和她翻脸也要把绵堂迎进家门。同时崔行舟善用骑兵，即使处于劣势也能化险为夷。他带兵夜袭敌营，让鲁王措手不及。另一方面进行血祭，为了子瑜第一次违背父命，他在茶中下毒，逼迫父亲出兵支援淮阳王。眼看崔行舟即将大获全胜，石义宽便趁机插一脚，这功劳他必须分一杯羹。胜利的崔行舟急忙去找柳绵堂会合，谁知太妃却将他当贼，竟然挺身保护绵堂。得知崔行舟胜利归来，连家母女又厚着脸皮登上淮阳王府的大门，姨母哭诉着寻死觅活，要崔行舟收纳秉兰，哪怕是作为妾也要进崔家大门。崔行舟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这辈子只娶柳绵堂一个，绝不纳妾。听到这话，连姨母彻底失去理智，她把秉兰推倒在地，让她去求柳绵堂接纳自己。她以自己的命相要挟，如果不接纳自己的女儿，就在他们大婚那天，自己会在他家门前上吊自尽。崔行舟依然坚决拒绝，解决了所有麻烦，接下来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大婚那天，崔行舟虽说不紧张，但他觉得哪里都不安全，连远处的钉子都觉得碍眼，于是急忙让赵全充当替身。但事实完全相反，柳绵堂正忙着捏发丸，非常投入，连李妈妈也被拉进来帮忙。第二天一大早，崔行舟来接亲，面前挡着5根红绸，这5根红绸代表5位新娘。这时贺真让崔行舟当众对柳绵堂说情话。其实崔行舟早就看出哪根红绸是自己的新娘，他直接抓起红绸将柳绵堂拉到身边，然后在他耳边轻声说情话。至今为止，这对曾历经误会和冷战的恋人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从此他们的快乐和重担都一起承担，结为夫妻，共度此生。洞房花烛夜，喝了崔行舟，醉醺醺的他担心酒气会熏到绵堂，崔行舟想留下来陪自己的妻子，但柳绵堂却急着催他出去陪客人喝酒。之前隋王故意在崔行舟和柳绵堂的大婚之际挑拨崔行舟和子瑜之间的矛盾，子瑜果然下令让2人进京，在大唐官员们议论崔行舟的大婚宴，却未深入讨论兵部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纪律。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崔行周不够资格担任兵部尚书。崔行周并未反驳，他坦言自己奉命出征，而有贼人潜入真州，意图劫持他的母亲和未婚妻。这番话一出，也堵住了众人的嘴。官员们认为淮阳王差点丧命战胜归来，提前完婚也是情有可原。但子瑜并不甘心，他趁崔行周不在，以皇后名义邀请柳绵堂入宫。子瑜还想再争取一次，如果柳绵堂心中有不甘，那么这场大婚他都可以废掉。而崔行周在另一边，天黑了也没见妻子回来，心神不宁的来回踱步。恰好这时他姐姐从宫中回来。因为他还没见过崔行周的妻子，所以不认识。身在宫中的柳绵堂看到崔行周焦虑扶娘子，便把今天宫中的所见告诉他。听到这话，崔行周赶忙向姐姐询问柳绵堂的最新动态。但接下来的消息让崔行周心情大受影响。当崔行周到达宫外，子瑜却故意阻止他进入，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外面焦急的等待。然而柳绵堂早有预料，他在进京前就已经告诉过崔行周，一旦自己被困在皇宫，嘱咐他千万不要冲动，而是要信任自己，也要信任子瑜。看到柳绵堂的那一刻，崔行周默契地与他紧紧拥抱，在雪霁的劝解下，子瑜也解开了心结。尽管心痛，他还是决定放手，并送给他们一对坚固的琉璃盏，祝愿崔行周与柳绵堂彼此尊重。第二天，崔行周带着妻子去见他的姐姐，但福娘子似乎不太喜欢柳绵堂。因为他曾见过他与皇上在一起，所以福娘子认为柳绵堂和皇上之间有些不正当。事已至此，崔行周向姐姐解释之前的种种，他都清楚。现在的柳绵堂是他费尽心思才追到的，现在他只是自己的淮阳王妃。回到家后，崔行周查看了自己派出去的人带回的信息。正当他要分享这些信息，柳绵堂发现有人在门外监视，于是他们假装吵架来传递信息。这些人其实是崔行周的姐姐派来照顾他们的，所以崔行周并不知道到底有谁牵涉其中。为了查清楚背后主使是谁，柳绵堂计划明天在聚会上试探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真相，找出与隋王有勾结的那位大先生。淮阳王假借隋王之名绑架了庆国公，当听说用5000两银子来换取儿子的性命时，庆国公竟然选择了绝路。因此崔行周将他排除嫌疑，但柳绵堂不这么看。那天他见到庆国公的儿子的小妾穿着奢华那绸缎，价值连城，连他手上的玉镯整个京城都难找到3块。第二天，崔行周让姐夫郭毅帮忙挑选给姐姐的礼物。从掌柜和他的对话中，崔行周得知郭毅常来这里，但他买的礼物不是给自己姐姐的。另一边，李妈妈发现郭毅挥霍的都是崔行周姐姐的嫁妆，但奇怪的是，自从3个月前，郭周义就不再动用嫁妆，似乎开始跟人做生意。由此，崔行周推断和隋王勾结的就是他的姐夫郭毅。第二天，柳绵堂请来了福娘子和小妾玉娆，还分别送给他们礼物。给福娘子的是那只夜明珠钗。果然，玉娆回去后立刻拉着郭毅去买一模一样的珠钗，但那珠钗是王府宝物，哪里是随便一家商铺就能买到的。玉娆缠着郭毅，让他花500斤银子买下。崔行周哭哭啼啼的以李王府被袭为由向庆国公借钱，见他如此难过，庆国公便主动提出用福娘子的嫁妆补助娘家。同时，这对夫妻找来郭毅的债主催债。当他回家取嫁妆时，崔行周姐姐的嫁妆已经归他所有。这下郭毅彻底没辙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用私宅地契来还债。经过核实，这正是鲁王之前的财产。另一边，崔行周在字帖里找到了秘密账本，子瑜一看才明白，原来朝堂早已是隋王的地盘。但事情终须有个了结。当得知隋王8月15将动手时，崔行周和柳绵堂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先前隋王妃派芸娘给子瑜下毒，他于是在中秋之夜将毒药放进了子瑜的酒里。不一会儿，子瑜和雪姬都吐血中毒。柳绵堂发现酒里有毒，立即将奉酒的嬷嬷抓来。此时，芸娘竟然把目标转向柳绵堂，还让嬷嬷出面指认他。嬷嬷因畏罪自杀。就在这时，太医来报说子瑜和雪姬中的是乌头毒，这毒极为猛烈，能毁人5脏6腑。他现在也没办法了。芸娘没想到嬷嬷竟然没死，只是因为外伤而昏厥。当太医再次检查酒具时，发现酒里的确有毒药紫乌头。要找出真正的凶手，只能用硼灰水洗手，一旦接触双手就会变成姜黄色。检测后，柳绵堂的双手并未变色，反倒是那名嬷嬷和芸娘的手变黄了。就在这时，突然传来皇后的急消息。隋王听闻后，装出关心的样子来查探情况，看到他没有反应，隋王这才放心。那晚柳绵堂又为崔行周做了蟹黄拌饭，因为两人都不确定是否还能活着再次见面。
只剩下淮阳王崔行周阻挡隋王，他命庆国公弹劾崔行周滥用职权，占据国库资产，然后顺理成章的将他关进大牢，甚至用柳绵堂的性命威胁崔行周下跪。没想到差点被打死，崔行周被激怒后，隋王决定提前行动，他强迫自己的母后交出玉玺，关键时刻子瑜的病情突然好转。听到这个消息，隋王立刻赶到子瑜的寝宫，将所有太医赶出去。另一边，柳绵堂以送饭婢女的身份进入牢房，但他没事先告诉崔行周自己的计划，在迷晕官兵的同时，差点把崔行周迷倒。就在这一刻，夫妻俩首次携手对抗敌人。此时，淮阳王和养山贼首领陆文终于可以尽情的战斗了。他们挥刀如风，一个接一个的砍倒敌人，默契的将敌人全部清除。但当他们刚走出来，就看到大片军队冲了进来，原来是将军石义宽亲自来了。两人迅速前往宫中救出子瑜。这时隋王还沉浸在皇帝梦中，但正当他要动手时，子瑜突然站了起来。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崔行周和柳绵堂共同策划的，包括庆国公的告密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目的是逼隋王暴露行动，让他露出马脚。最终隋王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子瑜和石雪姬站在高处，一同守护江山。至于淮阳王崔行周，眼下最重要的是放下所有，和柳绵堂一起回到真州，重新成为那个爱下棋的崔九。终于要回家了，回我们的家。